身材火辣的女孩刚下班，就被4个精神小伙拉入荒山，强行疏通下水道。完事后又残忍地将她活活掩埋。而这4个恶魔之所以这么做，竟然只是为了炼丹。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被埋的敏敏第二天竟再次出现在学校的食堂里。这一幕瞬间吓得男生们魂飞魄散，惊慌的和几个校霸跑去后山找敏敏的尸体，哪知怎么挖也找不到，尸体竟不翼而飞了。更诡异的是，当晚其中一个校霸就吊死在了体育馆，而发现这一幕的正是敏敏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迅速赶到了现场，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。死者所在的体育馆废弃已久，现场只有死者一人的脚印，周围没有打斗痕迹。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在3小时之内，目前初步判断为自杀，具体的指纹比对还要进一步化验，并且警方还在钢琴上发现了按压的痕迹。至于是不是死者弹的，还要进一步的指纹比对。据报案人敏敏描述，当晚他回家时隐约听到了钢琴声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曲子，但可以肯定是钢琴声，于是就顺着声音来到了体育馆。据门卫所说，这个体育馆自从10年前发生过一起自杀案件后就废弃了，从那以后就总会听到钢琴声。因为门卫有常年酗酒的毛病，所以他的话可信度不高。另一边，警方调取监控时，却发现监控早就已经坏了。此时监控室的保安满脸醉意，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甚至被带走前还对着警员一番嘲讽。调查结束后，警方打算离开，却刚好看到图书馆灯光突然熄灭。察觉异常的警员迅速出动，全员朝图书馆方向包围，最终在4楼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。男人名叫宋阳，在他所待过的图书馆找到了一堆画，上面画的都是一些犯罪现场的图片，有2张图画甚至和死者死亡现场的场景一模一样，并且调取监控发现，宋阳在下午4点就消失在了监控的盲区，因此他有足够的作案时间。随后警方将宋阳带回了警局。警局里，他看着黑板上对于案件的分析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。宋阳的爷爷是古代著名仵作宋慈的后人，之前就曾教过他说，自古就有人伪造作案现场，用来掩盖事实真相。如果人是谋杀致死，事后将人吊起来的话，那人死的时候血液循环就停止了。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死法都会有痕迹，第一次死亡痕迹是血瘀，第2次的则是压痕。因此宋阳怀疑这绝不是校园自杀这么简单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不久后警方再次接到报案，又一名校霸毫无征兆地死在了出租屋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在7个小时左右，初步判断是一氧化碳中毒，屋内没有打斗痕迹。蹊跷的是，死者生前曾来警局自首。你说你杀人了是吧？杀了谁啊？昨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后山约了一个女同学，本来想要发视频威胁她，但是中间出了一些意外，她就死了。但警方根据她描述的情况去找当事人了解后，发现她口中的敏敏正好好的在学校上课。警员当时只以为她在恶作剧，就没有过多理会，将她放了回去。可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警方再次回看当时审讯时的监控，的确发现死者面部表情十分奇怪，并且死者口中的敏敏和第1起案件的报案人相同。女警从中察觉出异常，于是通知警员带敏敏回警局。在敏敏进入警局的一瞬，宋阳从她身上闻到的气味再次让宋阳回忆起爷爷的教导。作为武士，你必须学会在最复杂的环境当中去分别尸体和臭味，而尸体臭味很可能就是死者发出的最后声音。问询室里对于警方的询问，敏敏一五一十的回答，说3天前几个校霸不知道从哪要到的电话，找到他并约他出去玩，可当时因为害怕就没有去，在自习室待到了很晚。当时很多同学都可以证明，他们甚至一起欺负过他。当时自己的玉佩还摔坏了，那是妈妈留给他的唯一念想了。敏敏的表情不像作假，警员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此时，警员也找到了当时的另一名校霸纳瓦。查看监控确定位置后，警员迅速出动抓捕纳瓦。可即使有监控的实时追踪，警方还是不小心失去了纳瓦的踪迹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调查后洗清了宋阳嫌疑，他也顺利的被放了出来。随后宋阳来到纳瓦家里查看，在这里他再次闻到了敏敏的味道。另一边，警员从监控中找到了线索，纳瓦在步行街躲避警方时，一直都有一个黑衣人不远不近地尾随着他。就在警员认真比对之时，再次接到报警电话，而来电的正是消失的纳瓦。电话里纳瓦声泪俱下地表示，自己被囚禁在一个很大的浴室内，这个浴室早已废弃多时，周围都是树，像是在1楼，至于具体在哪，他也不知道，只求警方能赶快找到他。
警方根据电话定位到位置在老城区附近，警员赶忙出动，并在电话里一直安慰着奈瓦。警员赶到附近，发现这里大部分都是老人，并且很多房子都是空着的，根本找不到奈瓦的所在地。这时警员适时地询问奈瓦是怎么到那里的。奈瓦表示自己是被人打晕的，迷迷糊糊的时候好像经过了一个废弃泳池，泳池里很脏，有很多苔藓。当时上楼梯时眼镜还掉在了地上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警员们努力地寻找着。就在此时，门锁被人从外边打开了。此时奈瓦慌张极了，男人开门进入后，惊讶地发现奈瓦不见了。就在男人寻找时，奈瓦从背后偷袭，将男人的刀打落在地。两人一番打斗，奈瓦终究不敌，被男人打倒在地。而这时奈瓦也看清了男人的面容，正是4人中的萨坤。奈瓦见萨坤起了杀意，拼命求饶。这时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也被萨坤听到，他气愤地踩碎手机，就此电话也被迫中断。明显奈瓦现在已经面临生命危险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找到奈瓦。宋阳见此还是选择自己寻找。与此同时，萨坤对着奈瓦毫不留情的猛刺，奈瓦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萨坤恶狠狠地表示：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也敢报警，就算你报了警，你也一样会死。原来萨坤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灭口，这样他们杀害敏敏的事就不会泄露。等宋阳赶到现场，根据现场周围的环境变化以及气味，顺利地找到了奈瓦描述的泳池，甚至在楼梯上发现了奈瓦丢失的眼镜。宋阳和女警拼命寻找，可找到时看到只是一具尸体。另一边放学的敏敏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正有人跟踪着他。他在楼梯上穿好外套，走进了一家店面，而身后的男人看了一眼后也跟了进去。此时宋阳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根据敏敏的身上的气味，找到了一家香水店。经过一番感受，确定了敏敏的气味，可老板娘却告诉他，那种香水叫做斩男香，只有夜店的小妹和跳舞的模特才会用。得知这一线索，宋阳叫上舅舅一起来到了风俗街。两人跑遍了所有的店铺，都没找到宋阳想找的地方，最终在一家店面前停住了脚步。舅舅还想制止宋阳，可宋阳不管不顾，跟着女人就进了店里。女人将他带进了一个隔间，让他选择喜欢的模特。果然在第一页就看到了敏敏，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。不久后，敏敏穿着一袭性感红裙到了宋阳的面前。当宋阳让敏敏跳舞时，他却推说身体不适。宋阳当场揭穿了他。当他喊出敏敏的名字时，敏敏慌张的表现出卖了他。老板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叫小杰啊，我也从来没去过什么警局。敏敏看出宋阳的执着，不想过多纠缠，转身就打算离开。见此，宋阳却问他对得起死去的姐姐吗？这句话让敏敏顿住了脚步。宋阳继续说道，杀人犯去自首很难会说假话，可如果4个人同时都见了鬼，那就说明当晚一定有人被害，而死而复生从来都不存在。如果真的存在，那么一定是有跟死者长相一样的人，而他之所以依旧在这里工作，为的就是掩盖姐姐已经死去的事实。如果一个人凭空消失，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。我怎么了？杀人了！听到这，敏敏诧异的回头。宋阳继续讲述他的发现：第1起上吊案和第2起案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指向性证据，可奈瓦的手机却留在了案发现场，并且里面的东西就是关键性的证据。此时宋阳还试图劝说敏敏自首，并将萨坤杀了奈瓦。正在寻找他事情告诉了敏敏，可敏敏油盐不进，转身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恢复奈瓦手机后，在里面发现了敏敏在风俗店工作的视频，并且根据档案显示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。警员得知这一线索，迅速调动警力封锁街道，全力抓捕敏敏。宋阳担心敏敏遭遇萨坤的毒手，赶忙追出去寻找，却在一个隔间内发现了被绑的萨坤。就在他给萨坤解绑时，敏敏在身后迷晕了他。等宋阳再次醒来，就看到了敏敏，他毫不隐瞒地将一切说了出来。原来那天被害的并不是他姐姐，而妹妹一直挣钱供养着姐姐读书。那天被几个校霸拿视频威胁后，他就气冲冲地找到了妹妹。直到那时他才知道，原来妹妹做的是这种工作。当时他指责妹妹，丝毫没有顾及妹妹的状态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他怎么也打不通妹妹的电话，去后山寻找时，才在一处空地听到了妹妹的铃声。挖开后看到妹妹满目疮痍的尸体，他当场就崩溃了，发誓一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就在此时，角落的萨坤也有了动静，在敏敏拿手机的空隙，一下子将他打晕在地。就在萨坤要继续行凶时，宋阳的舅舅及时赶到，两人扭打在了一起。眼看不敌萨坤，就打算逃走，却正好被赶到的警察堵住。
就此，撒坤终于被抓捕归案，明明也被送去了医院。事后，当父亲得知这一切，崩溃痛哭，对一双女儿的忽视，或许会成为他这辈子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拒绝校园暴力，不做施暴者，也不做受害者。希望每一个孩子不要让自己成为恶魔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